美国的房产税和财产税是一回事吗？提到美国买房子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性价比高。同样的预算，和亚洲动辄几百万人民币的高房价相比，美国不仅房子更大，社区环境更宽敞，居住的舒适度也高出不少。但是，不少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：在美国真正的拥有房产之后，所要承担的长期持有成本并不低，尤其是房产税。这笔每年都要缴的费用，往往才是美国房奴最大的负担。在讨论相关费用的时候，人们常会把房产税和财产税混为一谈，甚至在许多的解释资料中也会交替使用这两个词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。简单来说，房产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，专门只针对不动产，例如房屋、土地征收的税，而财产税的范围则更加的广，还包括比如汽车、机械设备等等可移动的资产。尽管在实际生活当中，尤其是各种县市政府寄出的账单和表格上，很多时候都会直接用财产税来指代房产税，但是在法律和税务概念上，二者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。让我们快速来认识美国房产税。在美国，每个州、每个郡，甚至每个学区的财政预算都是不一样的，因此房产税的计算方式也各不相同。各地政府会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税率，然而对房产进行评估，再按评估值来收税。总体来看，房产税通常占房屋估值的1%到3%左右。比如在加州，不同城市的平均税率大致落在0.8%到1%之间，而在一些新开发的小区，这个数字还可能更高。这笔税收主要用于维持社区的运作，比如公立学校、治安维修、道路修缮、公园绿化以及本地医疗服务等公共项目。虽然这笔税每年都得交，但是在报税的时候，有部分房产税其实是可以抵税的，前提是你采用列举扣除的方式，而不是标准的扣除。不过，根据现行的法规，所有类型的财产税合并之后，最多只能抵扣$10,000，夫妻分开报税则为$5,000。而且这个上限包含的不只是房地产税，还包括汽车税等等其他的税种。每个州规定的纳税频率也不一样，像加州就是每年交2次，各付一半；新泽西则更细化，一年分4次来交。这也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房主每年要面对的房产税缴纳节奏差别不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房产税是浮动的，每年可能都会根据评估价和地方的法律略有变动，所以不是你今年交多少，明年就一定一样的。如果你在加州买的是新开发区域的房子，那你可能还得额外的缴纳一笔名为附加税，它也被称为 CFD，主要用于资助新社区的基础建设，比如学校、公园、消防站、道路等等。这笔税通常按照房产估值的一定比例来征收，一般在1%左右。缴纳的年限从20年到40年不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项的税费不能在报税的时候抵扣，但是会跟房产税一起统一来征收，而且越新的小区
附加税往往越高，毕竟新社区要修的东西更多。根据房屋的建造年份和所在的地区，这笔税每月可能只要$25，也可能高达$300以上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欢迎点赞并订阅。